我们到 creative environment 可以确保出来就是一个场景。我们来试试看 crystalline 这个元素。我要把这个调小一点，0点，我觉得刚刚0点几都不错。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比较浮夸，比较夸张一点。我也要加，这次我要加一点点 negative prompt 了，不然的话好像少了点什么。我们给了一个一长串的 prompt， 而且我并没有很精巧的把字与字之间的间隔给间隔开来。对，那我们就看看，既然是人工智能，它能不能自动帮我们修正咯。哇哦，你看，这很酷耶。哇哦，在没有 negative prompt 的情况下 Element 很保守的给了2个 0.4， 然后我们看看加了 negative prompt， 加了一个非常长的我不敢说是很有意义，但是 anyway 它出现了什么呢？人。我现在明明是在 environment 情况下，为什么还出现了人呢？刚刚是也出现了一个啦。对，其实并没有保证 environment 不会出现人哦，只是说它出现没有人的几率比较高，就是它出现纯场景，它一定会是一个场景就对了。OK， 那这里面会有人，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的 prompt 指令里面其实是有讲到沉思啊什么的，对，所以这很自然。AI 觉得有个人在沉思，我们换一个 prompt 再来试试看好了。Cute cat， 一只可爱的猫 jumping around the house。觉得 negative 的话，我就加入简单的几个词句这样子，不要有 two face， 不要有 incorrect hands， 应该是不会嘛。不要距离太远，用最简单的可以想到的一句话，我们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呢？刚刚的环境模式下面，我们出来了很多把吉他。在 3D 模式下，我们的加入了 element 之后的 cute cat jumping around the house。不过我们确实是有水晶的哦， 0.1。对 ，nice。好，我们如果把所有的 element 都关掉呢？如果我们没有 element 呢？应该会有一点不一样。我只要 0.3、0.4 好。在我们没有加入元素的 ，OK， 没有加入元素的话，其实比较自然呢。对，但是这猫的表情跟刚刚有加入的表情其实是差不多。我们来看看更仔细一点。对，因为我们刚刚加入了元素，所以这个图片里面确实有出现我们所想要加入的元素。而且猫的眼睛，你可以注意一下，猫的眼睛也不太一样。如果是没有加入元素的话，我们的猫咪眼睛好像比较自然，可以这么说吗？加入了之后好像比较科幻，又是科幻。哇哦，说到科幻，用动漫模式出来下，更加科幻。我喜欢动漫模式。这个猫是在动漫模式之下，而且我们用的还是 Dream Shaper V6， 并不是最新的 Dream Shaper。左边的参数这边是用的 High Resolution， 然后 Contrast Boost 现在是 0.75， Resonance 是14，我觉得15好了，然后这个我给它还是1，我觉得这样出来的好像比较夸张。大家喜欢吗？搞不好这样子看一看，你就会有一些灵感。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它有给我们生成品种，像这个是暹罗猫嘛，而且确实是在半空中。现在到 Dream Shaper 7， 还是动漫模式下，还是暹罗猫。这个好像不是吧？而且这猫为什么长这样？好，所以证明了我们的参数还是不要太夸张，太夸张好像没有好结果，没有好果子吃。我现在把参数都调到最保守，然后我觉得我们的 element 再来做一点调整吧，
把这2个关掉。现在呢，让我们一个一个来。从巴洛克，然后我们把重量开到2，也就是开到极限。我们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我这里想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 prompt。OK， 我们现在用 ChatGPT 来帮我们生成 Leonardo AI 的 prompts， 然后我用的是 AIPRM 这个 plugin 工具哦。现在还是在动漫模式下，加了极限的巴洛克元素。今天主要是要看 Elements 到底会给我们的图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让大家一睹为快。哇哦，开到极限的元素确实不行，但是我又不得不说，可能是因为这个 prompt 原先就会出现不错的图片吧。OK， 那我们就知道了，大家注意哦。我们现在在动漫模式下，我们元素的巴洛克调到了2的比重，就是已经超过1了。我觉得就太多，真的是1就好，1就好，大家不要冲动了，除非你要做很冲动的图。OK， 我们1就好，再来看一次。OK， 所以在我们刚刚那组 prompt 之下，我们刚刚的 prompt 是这个样子。亲密而舒适的环境描绘了情侣的欢乐时刻，逼真的图像，室内夜间受到专业摄影师的启发，专注于捕捉情感和温暖。这是一对情侣，没错。我们来看看这组也是，第1张、第2张、第3张、第4张又是3个人。如果 element 只有1是正常的，但如果 element 超过了1，像这一组到了2，它就失真了。那如果我们换一个元素，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要把所有的元素都来尝试一遍。好，现在是 Biopunk， 我们开到2，升1张，然后开到1，再升1张。所以待会我们都会是2-1-2-1的对比。当然，待会我就要换模式了，不要再用动漫模式了。可以先来一个 Photography Celtic Punk 凯尔特人吗？我给他选到2，出1张，然后再选到1，也出1张。现在我们要回去看，看到了吗？真的很失真耶，已经有点可怕了，有没有？他身上金属管，可是他还是不忘记哦，他还是坚持第3张要是3个人。这件事情真的是蛮迷幻的，有机会这是他的一个原理还是怎样？因为他4张图一定要有些不一样，而当他选择到第4个不一样的结果的时候，他出现的就是3个人。但是当我们的参数只有1的时候，它就是很正常的一张图，是好看的。我们的情侣图出来咯。你想要说爱情的故事吗？这里就是你的题材。好，非常好，我这里第4张终于4张都是可以使用的图片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我觉得 Leonardo 好像在手指的部分还是不能细品，这里感觉好像多1根，但是这里前面是 OK 的吧？1、2、3、4、5，对，这张图还不错。我们改到 Photography 的摄影模式当中的话，同样是在 Dream Shaper 7里面，元素开到满一样，很奇怪。这个元素采用的是，还记得吗？ Celtic Punk。所以当我们把参数调到2的时候，它就是会比较失真，它就是会说不上来。你看，不太清楚了，怪怪的了，脸也怪怪的。但是如果只有1的话，这是有几只手啊？我觉得会有影响欸。凯尔特人原来凯尔特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毛很多？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脸上都是胡子的。第3张还是3个人，真的是哦。今天的重点是要让大家看看这每一个 element 会给同一个 prompt 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影响。所以摄影模式，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动漫模式。在这组图来讲的话，我们再换一个好了 ，Creative， 然后我们将 element 选择 Crystalline，OK， 应该就是水晶。如果
开到2，我可以想象它一定会是一个，同时也开到1.4，看看会怎样好了。对，超过1，但是又不太夸张，又不是很夸张到它的2倍。然后呢，同样我们回到1，我也很好奇，我给它-1到底会怎样？所以我们现在会有4组图，总共16张图片，都是在 Dream Shaper 7的创意模式之下，好像出来一组咯。这一组，这个是开到2。OK， 你看它的头发都变成水晶了。不过如果你想要制造这种，你知道吧？当我们如果把主体换成别的题材的话，就会很适合哦。我现在想想看，如果我们用跟 Alien 有关的、科幻一点的，我觉得或许就会很适合 Aliens with special mind control ability to stop a war。好，我的原始想法是这样，对，但是 OK。你要知道，当我们使用 ChatGPT 的时候，你拼写上面有些错误啊，或什么是不用自己去纠正，浪费时间。因为 AI 它通常都能帮你自动辨识到，只要不是说那种就是太夸张、太离谱的错误的话。先来看看刚刚这总共的图片到底最后是怎样。水晶化的这个元素下面，如果我们的 element 不要开这么强，只有 1.4 的话，好像就正常许多咯。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要它有一点多一点，但是又不是太多，但是它这里还是会有。你看它头发上，这男生的头发后面也出现了一些，所以看起来 1.4 用在正常的题材上可能会有一点不太适合，就是会跟真实的情境会有很大的不同。不过 1.4 是还 OK 啦，它出来的大部分是还 OK。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Creative 模式，Dream Shaper 的 Creative 模式，这几张图都还蛮情侣的，但这个女生的脖子怎么回事？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要生4张图，因为一张一张等，如果是错的，你又要再一次的。接着呢，我刚刚说了，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科幻题材，所以我用这个很长的一个 prompt 来生一个。等一下，这组是-1哦。这组是-1，所以它是完全没有剥离了，但是它好像你看到-1之后，这个脖子我不知道跟这个会不会有关系，还是会没有关系，反正就不是那么，我不知道，我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1跟0的设定，就是不开有什么不同。对，如果我现在把 elements 关掉啊，算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尝试。我们来看一下，哇哦，我在外星题材，刚刚把那个水晶的元素开到最小是这样。有没有很特别？很特别吧？外星生命，哇哦！那我们如果开到1呢？开到1好了，开到1，我们来看看会有什么不同。